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！现在是深夜10点整，我是卡皮桑。在这个安静的时刻，请跟我一起想象一个画面：你正坐在一扇特制的圆窗前，身后是无尽的漆黑与沉寂，而眼前是一颗散发着幽蓝光芒，如同大理石般晶莹剔透的球体。它悬浮在虚无之中，云气像薄纱一样随机地缠绕在翠绿与湛蓝之上。在那一刻，你不再是某个国籍的公民，不再是某个党派的拥护者，甚至不再是你自己。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、敬畏，以及一种近乎神圣的连结感。这就是我们今晚要深度剖析的主题——总观效应。总观效应这个术语最早是由作家弗兰克·外特在1987年提出的，他并非凭空捏造，而是访谈了数十位宇航员后归纳出的一种共同的认知转变。在航天史上，有2个关键瞬间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的定义。1968年的地初，阿波罗8号宇航员威廉·安德斯在环绕月球时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。他在那一刻感叹：我们为了探索月球而来，却发现了地球。1972年的蓝色大理石，阿波罗17号船员拍下了整颗地球的全貌。这张照片成了环保运动的图腾。当这些航天员站在太空的高度回望时，他们所经历的心理冲击远远超出了科学任务的范畴。为什么这种体验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？我们可以用3个层次来拆解。1. 物理边界的瓦解。在地球上，我们谈论国境线、地缘政治、军事缓冲区，但在轨道上，这些线条消失了。你看不到冷战时期的铁幕，也看不到现在的边境墙，你只看到一个连续的、流动的生态系统。宇航员拉塞尔·施维卡特曾说过，当你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圈，你会意识到所谓的我的国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地球是一个整体。2. 生态脆弱性的直观感知。在地面上，大气层看起来无穷无尽，蓝天仿佛是永恒的保护伞，但在太空中，你会惊恐地发现，保护所有生命的这层大气其实薄得像一条围绕在果实外的玻璃纸。物理数据，地球半径约6371公里，而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对流层仅约10至15公里。视觉感受，这种极致的脆弱感会瞬间转化为一种强烈的保护欲。3. 认知失调与重建。大多数宇航员在返回地球后都会经历性格的微调，他们变得更加关注环保、和平与全球性事务。这不是政治立场的改变，而是生物本能的扩张。他们意识到，我们正乘坐着一艘孤立的地球号飞船航行在寒冷的宇宙中。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产生这种体验？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总观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极致的敬畏感。心理学家达齐尔·科特纳指出，敬畏感包含2个核心特征：感知广袤，面对在时空、规模上远超自我的事物；调试，既有的认知模型无法处理当前的感官信息，大脑必须重塑心智模型来适应它。当大脑接收到地球只是一个点的信息时，它会触发所谓的自我减少现象。你的个人烦恼、名利得失在这种宏大尺度面前显得微不足道，取而代之的是对集体的强烈认同感。这在神经科学中表现为大脑默认模式网络活动的抑制，这与深度冥想或某些置换体验后的状态极其相似。听众朋友们，总观效应不仅仅是宇航员的专利，它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剂良药。在我们当前的社会，算法将我们隔离在不同的信息茧房里，极化现象严重。我们习惯于区分我们和他们，对立与冲突往往源于局部的资源竞争。总观视角提醒我们，所有的资源竞争都在同一个封闭系统内。如果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能在月球背后开一次峰会，回望那颗小蓝点，
或许很多谈判的难度会瞬间降低，因为在那样的高度，所有的争端都显得如此滑稽和短视。当前争议，这只是富人的精神奢侈品吗？作为一个客观的主持人，我也必须指出目前关于总观效应的一个批评：阶级化。随着商业航天如 SpaceX、Blue Origin 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的富豪可以进入亚轨道体验这几分钟的总观效应。有人质疑，这是否会变成一种昂贵的、脱离群众的精神洗礼？但卡皮商认为，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传播这种体验。即便我们不去太空，透过卫星影像、虚拟现实 VR， 以及像今晚这样的深度思考，我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模拟这种认知转变。节目的尾声，总观效应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，并非宇宙的辽阔，而是责任的归位。当宇航员回望地球时，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坚固的避难所，而是一个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。我们每个人虽然此刻脚踏实地，但本质上都是地球号飞船的船员。我们不需要飞到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去体悟这一点。当你关掉广播，走出房门，抬头看看那片星空，请试着想象，你正站在那颗悬浮的球体上，与另外80亿人共同享用着这一层薄薄的空气。那种温柔的敬畏感，就是我们今晚在深夜里送给彼此最好的礼物。我是卡皮桑，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